打这种水晶头，我们这里要50块钱一个，但很多师傅一看到这种网线，要么扭头就走，要么打成这样，和他们说加钱，他们都不愿意打。不过钱给的太多的情况下，办法总是会有的，比如这种剥皮打法，又或者四星打法，也有一些聪明的会像这样7类线转成5类线再打，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但是这种网线平平无奇，就连小伙我也不敢打的太多。那7类水晶头到底难在哪里呢？接下来小伙我就一步一步为大伙揭秘一下7类网线的难点。7类网线第一难点就是对工具要求特别多，打5类和6类网线只需要一个水晶头、一把网线钳就可以了，但打7类网线则需要硬尾夹水晶头一个，水晶护套一个，网线箍架一个，拨线器一把，剪刀一把，尖嘴钳一把，还有7类网线钳一把。话说5类、6类网线钳到底能不能打7类水晶头呢？我后期会讲到。好了，开始吧。先用拨线钳缠绕一圈，把皮给剥了。剥开皮后会出现一层金属编织网，大多人会觉得这些金属编织网很碍事，都会把它给剪掉。但是这些可不能剪掉，这些网是做屏蔽用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捋下来。捋完毕后，就把包住网线的铝箔屏蔽层给拆开，拆开后剪刀就可以上场了，把这些铝箔屏蔽层通通都给剪掉。剪的过程我就跳过了，剪完后我都差点忘了介绍了，7类线还有一条地线，这个也是不能剪掉的。我们要把刚才捋下来的金属编织网和地线缠在一起，一会儿做接地用的。缠完后就开始接网线了。这7类线不有好之处就是不像5类、6类线一样，还有白橙、白绿、白蓝、白棕作为区分，它直接就4条白色线，这让新手很容易搞混。我不知道这样设定有什么意义存在。把线都拆开完后，这里难度就来了，我们要格外的注意，这8星必须要捋得非常直，如果捋得不直的话，后期打水晶头成功率会降低50%。很多人把这个细节给忽略了，所以我这里就放大图片细讲一下。大伙看1、2、3星之间明显是有缝隙的，尤其是3和4星之间缝隙更加的明显，只有5、6、7星是没有缝隙的，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大伙跟着视频继续往下看吧。由于存在缝隙的原因，我就算斜着剪线，网线之间的缝隙也是很明显的，导致我每次筛的时候，第3星总是跑到第4星的位置，这就注定了网线已经箍不上了。不管你怎么尝试，只会让网线变形的更加的厉害，这就7类水晶头第2难处所在。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一根一根的筛，这种方法我是不建议的，因为这样只会导致网线的缝隙会越变越大，你后期打水晶头的成功率又降低了20%，这就是7类水晶头第3难度所在。我这里用了个补救方法，就是用剪刀重新再剪过一次，剪完之后我们再对比之前的缝隙，是不是明显好了很多？就这样，我轻而易举的把网线骨架给上到位了。套好后，我们就拿水晶头来参考一下网线需要剪掉多长。对比好后，我们就用剪刀给剪掉。接着就迎来7类水晶头第4难度了。由于7类水晶头太粗，上水晶头的时候不要硬怼，需要像我这样轻微的上下摇一下，这样网线才能卡到位。很多人就喜欢这一步硬怼，这样只会导致网线变形的越来越厉害。我这里之所以那么轻松，那是因为我前面的工作都做足了，大大增加了网线入位置的概率。我这里是全部到位了，然后用7类网线钳压几下就可以了。压完毕后，再用尖嘴钳把燕尾夹给夹好。其余7类网线钳也可以加燕尾夹，但是我这人用的不太习惯，所以我就用了尖嘴钳。夹完毕后，我们就把多余的金属编织网给剪掉。好了，一个7类水晶头就给做好了。做完后我才发现我忘上了水晶护套了，于是我这里又补拍了个镜头。在我看来，上这种护套意义不大，只是美观罢了。如果你的水晶头变形了，这种护套还是上不了的。好了，护套就这样上好了。然后我再说一下普通网线钳到底能不能打7类水晶头，答案是可以的。我这里就用普通网线钳打好了一个水晶头，
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普通网线钳打不了7类水银头呢？那是因为7类水银头还分2种，一种是全金属的，另一种是半金属的。如果是全金属的水银头，用普通网线钳来打的话，会像这样直接被压坏的；要是半金属的水银头的话，就不会被压坏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个人打7类水银头的经验了，感谢大伙一路陪伴。这种电竞酒店以超高的电脑配置吸引一些游戏玩家来入住，但近期出了一个问题，在你打游戏的时候，动不动就卡架，动不动就卡架，这就导致有些客户选择退房，甚至给了差评。事后老板就找到了卖给他服务器的人，但服务器那边说他们设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是你们宽带出了问题。但宽带师傅上门检测也一样和他们说，我们宽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就这样，双方都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，于是就找到了我，看看我能不能找出是谁的问题。走吧，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排查下到底是谁的原因。这个是其中一个房间，我们服务器就放在这里面。但是这个房间应该不会卡吧？不是，没有，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网络，不卡，我们一点都不卡，就是断线。网络从来就没卡过。对，从来都不卡。掉了只有连，一个那个而已。啊，先放上去。你看他这个就是今天刚换的这个商务路由器嘛。其实一进来房间，我看到交换机上面的网线，我就已经知道他们电脑卡顿的原因了。因为过来之前我就了解到他们有7个房间，除了这个服务器的房间有3台电脑，其他的房间都配有2台电脑。那么按理说这个交换机应该会出现17条线才对，现在居然只有4条线，那其他地方肯定有交换机了。所以我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看他们电脑开机如何，如果开得慢的话，那么我的判断基本就对了。开这个，这2台电脑卡不？应该不卡吧？都不卡，没有电脑卡，没有电脑卡，它就是断线重连。断键重连。您现在开也不知道它断不断，反正。没事，我看线路。哦，每台还有个小路由。对他们就怀疑是这个小路由 IP 出啥的。您看我这线都插对了吗？线肯定插对了，不用看的，插不对的话就用不了。待会儿看吧，这里果然出现了交换机，这不由得让我担心了起来。我先讲下这些电脑的特殊性，大伙就能明白我是怎么判断的了。这种电脑它是没有硬盘的，它的系统全靠服务器来维持，只要拔掉它网线，这整个系统就没了。这就意味着这种无盘电脑对交换机和网线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。正规的做法是每台电脑都要接到WAN到交换机上，中途还不能经过任何交换机，更不能像这样一条网线带多台电脑，因为只要其中一台电脑开机，它会瞬间向服务器请求系统。一个系统有好几万兆的流量，要是交换机和网线处理不过来，还会影响到其他电脑的运行。可怕的是，这个交换机上面居然插了3台电脑和一个路由器，我都不敢想象他们开机有多慢了。大伙儿接着往下看吧。这些都无盘电脑开机这么久啊？对，那就没错了，内网问题。开到现在应该是秒开的，对。这开机的结果已经实锤了我的猜想，这交换机已经处理不过来了。接下来我就要拼一下，看看他们内网是什么情况了。目前正常，好在目前拼是正常的。于是我就让老板打开其他电脑，看看其他电脑开机拼会有什么变化。掉了，又掉了是吗？已经掉了一个，又掉了一个。看来跟我猜的一模一样，已经验证了。你看你这个开机这么久，一直在掉，掉了第3个了，第4个了。掉了是什么？这个掉了是什么意思呢？等会儿我再跟你解释。好。第5个了。等这2个开机结束后，它应该数据会恢复。哦。你现在是一直掉的状态。大伙看吧，和我想的一模一样。其他电脑一开机，果然就影响到了这电脑的运行。这种环境别说联网打游戏的，就连玩单机游戏都会卡的不行。这下问题找到了，是他们内网布局出了问题。我原本以为房间一条网线带3台电脑就够离谱了，但是我来到服务器这边又了解到了，他们其中一条网线是通向弱电井的一个交换机上的，其他房间都接到那个交换机上了。当时我心里就感觉大事不妙了。
于是就马上去他们热电井看了看。没想到我来到热电井，更大的震撼即将到来。就这个，这条应该是主线了。那条好像还真不是主线，这条是接25楼的。我操！我以为12台电脑连接一条网线就够离谱了，这里居然有些房间还不在一个楼层，这就意味着其他楼层还有交换机。而且我看到是交换机的时候，我就惊呆了。我以为这里会有个大的交换机车，没想到居然是这么小的一个交换机。我的天，12台电脑的系统就靠这么小的交换机来运行，这已经完全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。这种情况我看了也害怕。正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，但是我又想了想，这貌似不是无解的局面，因为一开始人家就说过，他这里稳定运行了200来天，那么应该还是有希望的。目前我要做的是先减轻这条网线的负担，毕竟一条网线带12台电脑始终是个雷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把这个服务器迁移到弱电井那边，这样就变成了一条网线只负责2台电脑。这方法不敢保证100%解决，但是我有70%的把握。由于当时太晚了，我告诉他们解决方法，我就回去了。至于后续怎么样了，下一期我再和大伙慢慢道来。